欢迎来到阿里厨房。今天咱们来做核桃酥。先来准备干粉类的东西，面粉最好用低筋面粉，实在没有的用普通面粉也没太大问题。小苏打能让面团更容易的上色。泡打粉就是用来产气的，以前还会加一点臭粉，它的爆发力会更强，自己吃的还是免了吧。再加一点点盐，用来调和一下甜味。打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鸡蛋，臭鱼呢备用。备好的干粉直接过筛到案板上，这个面团在盆里是锁不开的，最好能在案板上操作。先开个窝，窝心的占地面积要大一点。白砂糖要用不粗不细的中砂糖，倒进窝心里，舀进去50克全蛋液。油最好用猪油，没有或者不想用猪油的，也可以改用其他油，固态、液态、动物、植物的都行。用手在窝心先搅拌均匀，让油跟蛋液充分混合乳化，并且融化掉一部分砂糖。油在这里除了提供香气，更重要的是起到疏松面团的作用，是除了物理、化学、生物以外的第4种面团疏松法。蛋糕界里著名的棒蛋糕也是采用这种疏松方法的。砂糖不用完全融化的，留下一点小颗粒，吃起来会更有意思。逐渐的把边上的干粉扒拉进窝心，与蛋液进行混合。要注意的是，这里不要揉面，手和刮板配合着，用交替叠压的方式来和面。这样能最大限度的减少面筋的产生，保证最终成品疏松化的口感。直到完全看不见干粉了，再叠压几次，整理成长方体，用个东西盖着，给它10来20分钟松筋。我这里把它分割成了16份，不用很精确的，大致上每个重量差不多有35克。搓圆再按扁，就是一个饼坯了。烤的时候会膨胀的，所以间隙要放大一点。手指上沾上点干面粉，在饼坯上按一个小坑，这个小坑可以释放烤制时产生的内应力，这样出来才能像个饼，而不会变成一个汉堡包的模样。刚才用剩下的蛋液给它们扫上一层，有需要的话，这时候可以撒上些芝麻，也可以往小坑里塞进去一小块核桃或者其他的坚果仁。这时候就可以把烤箱预热起来了，上下管180度。等烤箱差不多预热好了，再扫上一层蛋液，送进烤箱，需要20到25分钟左右。核桃酥可不是因为它有核桃而叫核桃酥的，主要是因为饼面上会产生不规则的龟裂纹，这些龟裂纹神似核桃纹，所以就叫核桃酥了。烤到满屋飘香，色泽满意的时候，就可以出炉了。我这平炉只能一盘一盘的烤了，放到晾架上，有利于水分的散发。俗話講啊，新鮮雞蛋糕，隔夜合桃酥。刚烤出来的核桃酥有点软，不好吃，隔夜倒不用，起码要放1-2个小时吧，彻底凉透了才会真正好吃的。如果放时间长了，受潮了，回炉复烤几分钟，又能恢复如初了。看看底部的情况，焦黄疏松的很好，上手的感觉就是轻飘飘的，轻轻一掰就开了。捏一块给你看看，极致的酥脆松化，能吃的都不要浪费哈。基本不用什么咬合力，轻轻的扣动牙关，就能感受到如山崩地裂般的震撼。又有面香、蛋香、纸香，同时呈现，相互交织在一起，抚平了一切。我是阿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